好，川普真的是把他的这个帝国主义都摊上台面上啊。我们之前讲到了这个格陵兰、加拿大，他现在就讲说还有加萨，所以他这个列地目标其实现在已经是有3块了，恐怕还不止如此哦。但是他自己搭乘空军1号要去看超级杯的时候，又忍不住再数一数他的这个购物车，就是说，这几个列地目标他是其实是想要帮助什么加萨试想一下。这个如果透过美国的支持帮助可能会让中东国家他们人员来参与建设，这是一个大型的房地产地段美国将会拥有它，然后一步步非常缓慢的开发起来，都不知道他到底是美国总统还是这个地产商了那可能都是再来我们看一下，他甚至还对这个巴勒斯坦人讲说，你们无权返回加萨将会被永远驱逐这个事情可以这样子端到台面上面来讲的这么狠吗？就而且好像讲的理直气壮这样一番话引起了非常多的这个中东国家，包含哈马斯还有许多国家都在抗议当中那还有这个美国也有人站出来到了白宫面前讲说，巴勒斯坦是非卖品这个川普你不能用你的方式来控制加萨那我们看到约旦这边也出现了这个反对川普的一些声浪跟抗议，我们来听一下。أقول لترامب لا مكان لكم على أرض الأردن خذ مساعداتك وخذ معها قواعدك العسكرية لا حاجة لنا بأمريكا ولا حاجة لنا نقتسم اللقمة ولا نحتاج مساعداتكم 对，所以现在看起来川普真是这个野火燎原日本、韩国也都出现对于川普做法的一些抗议声浪那美国的参议员桑德斯他讲说，加萨必须为这个巴勒斯坦人来重建，而不是为了亿万富翁跟游客来重建怎么会变成你是蔚蓝海岸要变成这样大型房地产地段，真是让大家觉得有点跌破眼镜。那丹麦现在甚至要反击讲说你一天到晚要买这个格陵兰那我们干脆来集资买你美国加州看看你同不同意所以看起来真的是引发了全球的一个怨念再来这个讲到了马斯克，他现在力挺马斯克，讲说马斯克帮了我大忙他能干他有一个能干的团队，而且呢他就是揭开了数千亿美元的弊端，甚至现在把矛头指向了五角大厦，因为马斯克说要彻底来这个彻查一下这种诈欺滥用那川普讲说，我很快就会告诉他，大概24小时之内他要查教育部、查军方包含之前的这个 CIA、FBI， 真的什么刀都敢下去就是这些大家不敢动的单位，他们都敢动。那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等于说美国的这个议员就讲说，其实五角大厦从来没有通过任何一次审计。但背后水很深我们来看看。You have a Pentagon that has billions of dollars that they hide. We don't ask for any accounting of. They never pass an audit in the history of audits. I've often said the only way we're really going to get to the bottom of this is somebody's going to walk out of one of these labs with this information and puts it out on the internet.对，这样子连五角大厦都要动，恐怕真的是这个川马才敢这么疯那另外讲到了说，他们也要查教育部嘛，因为川普觉得说，我们可以来学中国，中国的教育挺好的。我们来听听。They rank 40 countries in education. We're ranked dead last, but the good news is we're number one in one category. You know what that is? Cost per pupil. We spend more per pupil than any other country in the world. China does very well in education, and then you look at us. We spend much more money than they do per pupil, or any other way, but we spend much more money than they do. Congratulations, Joe. We're ranked dead last. So what I want to see is education number one. And by the way, we'll be spending a lot less money, and we'll have great education.对他这一番话在微博登上热搜榜想说哇，竟然美国现在要学我们让很多大陆的网友觉得真的是活久见再来看到了马斯克，因为我们刚刚讲到他这个等于说砍节约预算的这个效率部门恐怕真的要得罪非常多这个不该得罪的单位所以他现在恐怕还要立遗嘱以防遭遇不测有网友就呼吁说，是不是他们这个有点极端手段
所以他们就说是不是要公开处决他们呢？用了非常极端的一些言论，因此马斯克也感受到一股压力哦。但是呢，不得不说，这个川普在大刀阔斧之下，真的做出了很多让美国人满意的事情吗？可能就重现了他那个强硬的态势哦。所以有 CBS 就民调发现53%的美国人是满意川普的施政的哟。但是呢，这美国恐怕是更对立的。更多人满意，也更多人站出来抗议了。全美50州计划在总统日要来举行抗议活动，在2月17号星期一哦。所以，里面他们有一些诉求，就是要结束法西斯主义啊，甚至要驱逐马斯克。美国也好乱哦。我们来问一下赖老师。我觉得先看一下这个川普看上这块大地皮，他看到这块地皮很大，他这块地皮真的很好，因为他一方面在埃及，另外一面在约旦，然后再往另外一边就是这个地中海，这个没有了，以色列然后地中海那么一大片，那个地方风和日丽，地中海本来就是很舒服的那这么舒服的一块地方，没有地震没有很大的没有很大的风灾，然后平常都是很好。先被以色列搞的人间监狱。然后再被以色列搞的人间炼狱，然后搞完了以后被这个川普看上了因为已经打烂了，打烂了以后他就说，那所有的人几百万人都迁走，这块地皮有多大呢？比整个台北市大1/3。观众朋友，比整个台北市大1/3。你看我们台北市一个新计划区要多少钱？然后他现在要这块地皮要不这块地皮拿起来了以后，再派美国的军人把它清干净，地整好，接着他就开始画了开始招标卖了开始卖了，看你阿拉伯哪一些富商来卖，欧洲哪一些富商来卖，我就一块一块卖，然后盖成这个度假旅馆、度假的那个蔚蓝海岸的尼斯坎城他们本身的那些这个豪宅村豪宅社区、商区就这样盖起来。美得不得了，这一块美地但是巴勒斯坦人、加沙人你不能住，你必须要搬出去你要住在哪里？管你了，约旦可以，埃及也可以，沙特阿拉伯也可以，非洲也可以，都给我搬出去。搬完以后你就再也不要回来了。这块地就是我川普的地，哇，伟大的建商厉害就看到别人的地就这样要了。好，来问岳老师。真的是很悲哀呀，因为那个川普讲这种话大家要了解了，巴勒斯坦人是人家自己的家乡那巴勒斯坦变成他们现在原来很大的地方，现在原来要联合国的决议要建国，现在只剩下一个加沙走廊，还要被赶出去完全没有讲了。讲的土地开发，我觉得我们应该让川普来看看我们的节目，听到你刚才讲挺好的，这全部都是发财美梦靠海的别墅一盖下来。我觉得我真的是想不透我就觉得说有哪一个美国人有这种脸，他站在这个面前讲说我是美国人就选择这种总统这简直是开玩笑。那个新疆没有的事情造谣生事，都讲的有真有假的。你现在基本上说巴勒斯坦人没有理由、没有权利回巴勒斯坦，然后你站在那个纳坦雅胡旁边，超级恶心的。国妈都差点出来了，恶心！还讲什么给 BB great leader， 恶心极了！我跟你讲，什么大魔王，我们骂这个以色列对于加沙走廊的狂轰乱炸，已经骂了整整的1年了，到今天为止，好了，就算以色列打胜仗了又如何？居然把人全部赶走，你这基于什么道理我坦白讲真的是伪善到极点这个我现在这个马斯克我们现在把希望都寄托在马斯克身上就发觉美国这边的话呢，从 USAID。这个到这个所有什么教育部、国防部，但是我觉得国防部这里面透露一个最明显的消息，就是美国的军工共和体国防部里面要钱的话，所求无度。参议员自己说，几年来没有通过审计要多少给多少，这个还得了？我以前一直觉得很奇怪，美国人这么有钱，钱哪来的？搞半都硬来的就这种情况呢，没有审计的结果。现在的话呢，马斯克他本身的话，他会导致3种人失业会计师会失业。另外他自己的话呢，也可能会被暗杀了，也会失业。然后第3者的话呢，他里面要开除掉280几万的公务人员这个不得了事情。尤其国防部所有人不敢动刀子，让我想起来那个澳洲人阿萨吉他办了一个 WikiLeaks，里面就是因为 WikiLeaks 里面泄露一点国防机密的话呢，整整被通缉了10多年
啊，出来的时候进去的时候很英俊的小伙子，出来的时候一个老头子，我都看着人长的样子完全不一样。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大家要了解美国的伪善已经到了什么地步了，大家一定要觉醒啊！川普现在干的这件事情，明目张胆的说啊，还要这个，我强调一下，人家加拿大人觉得很倒霉，我们加拿大人跟美国在一起靠近啊，那居然变成一个你要并吞的理由，破坏战后的秩序。真的是美国，真的我没办法再评论了，真的太难过了，这莫名其妙。我跟你讲，你叫李将军，其实我倒是蛮支持马部长这个用力的查下去哈，让我们这旁边的做瓜群众才可以吃瓜群众了，才可以看出来美国到底有多好笑哈。这个现在来讲的话，其实这个马部长他去查美国五角大厦，其实不要光他查了，我们印象中。事实上，美国的前国防部长艾斯培他就有在他的回忆录里面就有讲过，美军很多驻外的基地他有时候买，譬如说插动车啊、运东西的那种后勤来讲，他自己那时候在书上面写说就很浪费。为什么？这辆车今年度买了，这个还没坏掉，还明明就还可以用，但是新的预算拨下来，他又把旧的丢掉了，就买一辆新的。另外来讲的话，曾经美国有一个参议员在这个国会质询的时候。他拿了一袋螺丝，这个在那边质询的时候说：“你们猜这袋多少钱？多少钱？就1万美金，光那袋螺丝。”那时候我们还以为说是这袋螺丝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这个工艺制造的螺丝，不然为什么一袋螺丝可能要到1万块美金？现在这个马部长他自己讲了，确实是1万块美金，没错。另外我们再看好这个，他现在查出来有些东西，各位可能会觉得很好笑。你知道美军来讲的话，他们那个上厕所是很贵的，你知道。他一个马桶圈也要1万美金，一个马桶圈要1万美金，好像马桶盖啊，就是马桶圈坐的那个地方1万美金。另外他们花钱花在什么地方？他因为有 DEI 嘛，就要尊重这个性别多元，所以他每年投入在变性手术上面，帮美军做变性手术的手术费就420万美金帮这些这个你性别认同有这个你随便你要认同，你要当男人也可以，当女人也可以，我帮你做变性手术，由国防部出钱420万美金。你知道最离谱还有出什么钱呢？帮忙做壮阳的，这个你治疗这个性功能障碍的8400万美金，其中有4160万去买威尔刚。我觉得美国你要不要考虑一下，你那个战车炮是不是应该用一点，不然你那个战车炮是不是也会这个射后以后这个炮就倒下去了，举不起来了。那怎么会这么离谱呢？可是我特别要讲，当这个马部长这么用力的去查账之后，你会不会动到很多人的奶酪？你把这些奶酪踢翻以后，你后续来讲会遭遇到什么？现在他自己也很清楚啊，你会不会遭遇到暗杀？我们要知道，现在这个川普就职以后，他很多的政策事实上已经引起这个民众的一些反感。或许有些人因此而受益，一些比较极右的认同他的做法。比如说我讲的移民政策来讲的话，现在他们满街在抓人呢。你只要长那个样子，不像他纯种白种人，就有一点这个中南美洲那个样子，他立刻就抓起来，抓起来一看，果然是这个非法移民来讲的话，他马上就送到监狱关起来。然后我们看到好几架飞机飞印度的也有，这个飞哥伦比亚的也有，飞古巴的关纳纳摩这个美军的监狱里面也有，等于到处送，他也不留在他国内，他到处送。可是你要知道，这些是美国这个基层的劳动力，你这些人送走之后，当然对他来讲的话，这个形同马上就这个失去他的工作。可是这些雇佣他的这些企业老板的话，他生意还要不要做？你一旦失去这些基层劳动力，我觉得对美国来讲也是一种伤害。所以我看到美国这个川普就职以后，他这样大张旗鼓的这个干，我不禁要对马部长送给他一个外号，叫马商鞅。这个商鞅变法之后会变成什么样子？商鞅我们的中国历史上面到时候做法自毙嘛，那你会不会步上商鞅的后尘？我希望这个马部长你去读一读中国历史，尤其是商鞅这一段，到底你这个变法之后会落到什么样的下场，你自己都要思考一下。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好，来看一下现在目前中美的关税战这个川普呢，他在接受福斯新闻的访问的时候他就重申了，他就讲到，因为这个福斯新闻问他说，上任之后有没有在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呢？然后他就讲说我跟他私交很好，我也蛮喜欢他的，让大家讲说，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这样讲？原来是前一天中国大陆对美的报复性关税已经生效了，而且人家讲说这次叫做精准打击看起来真的是不是打
痛了川普哦，因为他都瞄准了川普的金主们下手哦，80项这个要课税的项目哦，那的确都是一个精准打击的方式哦。那中国要释放出来的讯号叫做中国需要世界，世界同样也是需要中国，而且他要演你，就接下来反垄断调查名单哦，也是往痛处打，你们的苹果、博通，就变成了这个接下来中国大陆要主要面对的一个这个反垄断名单的调查对象啊。那看起来这样子的一个中美贸易战的关税升级哦，盟友们现在很焦虑哦，包含了像是美国的一些盟友啊，加拿大啊、巴西啊、墨西哥啊，这一次恐怕会为着这个钢铁这种要升级啊，这个税率现在开始又有一波新的担忧了。看起来好像目前只有中国大陆敢这个正面反击，而且往痛处打哦。那再来看一下这个 DeepSeek，因为巴黎他们现在召开了这一场这个 AI 峰会嘛。法国的防长就讲说，现在 AI 也会带来国防的革命哦，甚至马克宏哦也讲说，我们真的欧洲好像已经脱队了呀，已经落后了，不在这样子的竞赛行列当中，必须要赶快来弥补跟中美之间的 AI 差距。那 DeepSeek 到底有多厉害呢？我们来看，马斯克也谈到了这个 DeepSeek，我们来听听。There are a lot of very smart, very motivated engineers in China. So you should expect that China will come up with many great things. And they have come up with many great things. If one looks at the long history of China, also an ancient nation that has invented and developed many things. And for most of actually human history, China has been the most powerful nation on earth. And so you can expect that they will do many great things, DeepSeek being one of them. But that is simply a result of the immense amount of talent in China. That is very impressive. 所以他看出来，现在其实中国有非常多这个厉害的这种 AI 的人才啊。那就连现在目前这个沙特阿美也启动了，就是说，这个 DeepSeek 已经开始跟他们进行合作，他们也希望能够投资 DeepSeek。大陆外交部的发言人就提到了，陆方愿与各方来加强 AI 的交流合作，来共享这样的智慧红利反对以意识形态来划线，反对泛化的国家安全概念啊。那讲的就是你美国现在在讲的一番话那这个日经道破了一个真相，就其实现在在 AI 的领域来说，人才最多的就是来自中国，所以难怪现在世界各国你想要做，你就算砸钱也不见得做得出来，因为你的人才不够多嘛。那你要怎么样打赢这一场 AI 的仗呢？那另外呢，在电动车方面昨天比亚迪也是炸了整个，不光是中国的汽车行业也是全世界都这个算是一个重磅的消息因为比亚迪呢，他们现在讲说他们要推一个智驾平权，换句话说，他们要推出来这样子这个高阶的智驾全产品覆盖，而且加配不加价。换句话说，就是打一个平价的策略。甚至呢，有些款式呢，他们搭载了叫做“天神之眼”的高阶智驾只卖这个人民币10万元，台币45万。天哪！这个比起我们现在台湾最便宜的这个低配的车都还要便宜现在我们大概最便宜大概60万上下没有到45万这么便宜的所以真的是一个这个破坏式的创新让整个市场恐怕要全部重新的洗牌。那这样子的比亚迪的发布也掀起了今年新一波的这种电动车之战。瑞银就讲了，这个中国大陆的电动车下半年的需求是非常强劲的。彭博甚至讲说，比亚迪将会在几乎所有未来车款的标配先进的这种智驾辅助功能，而且没有需要另外付这种额外的费用所以这是要挑战特斯拉以及这个大陆本土的对手，所以看起来是新的一波升级式的电动车之战了。我们来问一下赖老师，我觉得先看一下这个川普所打出来的贸易战已经开始一波一波在打了前段时间看起来好像是针对大陆说10%那用莫须有的这个芬太尼那大陆当然第一时间就反击了反击的时间生效就是2月10号2月11号的时候，川普就好像对中国大陆也释放出说我们两国不一定要打贸易战的这样的好像是这样的一个讯息。那你看到他的昨天启动的这个
钢铝的关税占25%，各25%，这比他第一任的时候25%跟10%那就不一样了哦。可是中国大陆卖到美国去的钢铝不多，绝大部分是加拿大、墨西哥、巴西，欧洲占25%它的出口量，亚洲里面就是韩国、日本、台湾，然后才会到大陆，所以你会感觉说，哎，钢铝好像不是针对大陆的，好像针对它的盟国，类似这样的一种感觉。接着他又推出来说，哎，我接着马上又会推出对等关税。对等关税，美国的汽车卖到欧洲的关税是2.5%，欧洲的汽车，美国汽车卖到欧洲是10%，欧洲汽车卖到美国是2.5%。他说那我要对等，那一旦是如此的话，你要不就是欧洲把关税降下来，你要不就是美国把关税降上来啊，升上来，升成都是10%。那你想想看，这个对美国的汽车就有竞争力了。其实最有竞争力的是什么？是农产品。美国的农产品如果到日本、到欧洲去的话，那同样的对等关税，而且不能够有贸易壁垒，那就不得了了啊！所以我觉得川普的贸易战看起来这2波好像是针对盟国的可能性是比较高，先把这个筹码拉高以后，然后接着再用这个筹码作为交换的条件来去要求你去对付谁啊，这样的一种条件。我觉得川普他是用这种交易的手段来去处理他的国际关系，这是目前看到的。那有没有能力反制？有几个国家有，像大陆就有能力反制，所以大陆就第一拳就给你反制了。其实欧盟也有能力反制，为什么？因为在服务贸易这个部分，美国很明显的占优势，它是1000亿左右的顺差国，所以欧盟可以在服务贸易这个部分对美国实施反制，而不是在货物贸易这个部分。我觉得欧洲也不是没有手段，只是说欧洲的冯德莱恩太亲美。软弱，所以冯德莱恩对中国是很凶的，可是对美国是太温柔了啊。那加拿大也有能力反制，加拿大反制在哪里？在红州，美国的共和党的州，它有能力反制。所以我觉得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没有能力反制，有的啊，但是要看他们敢不敢、愿不愿意用而已啊。要不要有尊严，还是卑躬屈膝的，像日本人这样，嘣一下子膝盖咚撞到地上，很大声。我们现在也担心民进党所领导的台湾，那个膝盖蹦一下就撞下去，那也很大声，这点也让我们心惊胆跳。我们现在也担心台积电变成美积电，真的是这样子，因为看着他的膝盖这样子，我们台湾人不愿意跪的啊，那要跪的民进党自己去跪。但是我觉得AI 这个部分在目前在巴黎召开，巴黎自己本身他们都发现，即使他们从美国邀请来的贵宾。那些硅谷里面的那些具有灵魂领军人物的这些领导人，到了法国去了以后，绝大部分都是华人的面孔，所以中国人绝大部分在 AI 的人才里面占绝大的多数。如果有一天中国大陆说都回家吧，那我觉得情况可能就变了哦。而且现在这个 DeepSeek 跟比亚迪合作，等于是强联手了。那真的今年恐怕是中国大陆要杀疯了。我们来问一下苑老师 ，DeepSeek 我已经关注了1个多月了啊，我必须坦白强调啊，这一家没有经过大陆投资的一个民营企业啊，它有5点呢，让所有的国家，就是包含了法国、欧洲国家，尤其是印度啊，都充满了希望。为什么？因为原来我们认为 AI 要很多钱。前不久的话呢，孙正义跑去要5000亿美元，大家知道5000亿美元是何等概念呢？5000亿美元就是英国再加上法国的 GDP 总和对不对非常大。然后呢，要很多的电力，那时候的微软然后马斯克什么都要重新启用核能电厂。然后第3个的话呢，要很大的算力。有一个非常有名的 Jason 就是这个英伟达对不对？黄仁勋的话呢，他们就而且很贵H100贵的要死也不能卖给中国。然后另外的话呢，我觉得 DeepSeek 做的还有第4件事情，它是开源的。什么叫开源的？就是开源的话，你就它的这个代码它这个程序代码全部都是公开的另外最后一个是免费。这5个条件一来，不用这么贵不用这么多的电力，不用这么多的算力，然后开源代码，全世界所有的国家通通都想到我们应该发展 AI 我跟你讲，这是标准的社会主义科技始终来自人性而不是说科技来自于资本原来法国、英国、德国他们根本没有这个钱，
没有这个电力，没有这个算力来搞 AI。现在发觉，梁文峰的这种深度求索，居然能够办到这件事情，这是一个人类历史上文明的一大步啊！为什么？因为你最先进的科技，不但是能够，我不能够说是目前为止中国的 AI 是遥遥领先，但是它基本上做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它开源，让大家一起来发展。那你这个让大家一起来发展的时候呢，这个大家要了解啊，钱是属于个人的，但是智商聪明的人的话呢？哪里的聪明人最多？印度啊，中国，因为他人多嘛，所以马斯克讲的这句话的话，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因为大家要了解啊，美国式的教育啊，永远是快乐教育啊，对不对？小猫叫，小狗跳，一直学到高中啊，对不对？中国的教育它非常非常可怕呀！我跟你讲啊，这个教育啊，你去试试看。我希望大家到大陆去认识几个读初中或是高中的，把他们数学课本拿出来做一做，你就知道我讲的话是什么意思了啊！因为我自己碰到太多朋友，包含我自己在内啊，就是我们班上那些人读书读得不怎么样的人啊，到了移民到美国回来写的第一封信啊，就是昨天我还听到一个人讲说，他获得全州的数学冠军。原来不及格的，到那边变成数学冠军。我讲的是个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啊，我都不好意思讲。好，既然讲在谢寒冰讲的，不是我讲的那所以说大家可以知道这种情况，因为实际上每个人都有类似的经验嘛，每个人都有类似经验。就是说美国人对数学，有一次我讲了脱口秀的时候啊，就是你刚刚这个赖老师也提到了，就是搞 AI 搞数学都是长我们这种脸的，东北亚的人的，就是说很多人就问我说，你怎么知道这个10+5括号开平方怎么算出来？用心算可以算出来啊？我说。I just know it， 哇，老美都吓一跳，你知道吗？觉得说不得了，我怎么会有这种事情？You just know it 我跟你讲，因为我们本身的教育严格，我们对数学教育要求的话呢非常高深，而且大陆现在整个教育的发展话呢，完全是以科技教育为主。说句良心话了因为大陆现在的话呢，它人文社会科学是需要加强，但它的科技教育一年，马斯克讲的非常对，我告诉你，200万个工程师出来。所以说，像王传福他们底下有人用而且什么最大的好处是辛苦然后勤奋，聪明，而且耐操这个是大陆的科技发展，就是马斯克讲这种话。好，来请教将军。我觉得比亚迪出这款车子它搭配的这个智能天神之眼，还分 A、B、C 3种等级，那大概所有入门的车款都可以装上这种自动驾驶的系统。为什么叫天神之眼呢？你知道，像我们自己国内台湾国内我们开的车这个360度环境，大概4颗镜头就可以处理。4颗镜头照了相以后，它经过这个 AI 合成，经过计算以后，就变成360度，你都可以看到车子施作状况。那你知道这个天神之眼有几颗镜头吗？它有12颗镜头。那你想想，这它12颗镜头不但有可以看远的，焦距可以对到长焦的360度，350公尺那么远的镜头都可以看得很清楚。那近的也可以看得很清楚。除了这个12颗的这种所谓的精准的一个镜头之外，另外它还有多少个雷达呢？它有5颗这种所谓的毫米波雷达它可以计算到1毫米以下的距离，就是我们车子如果倒车来讲的话，你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说车子感应到的距离到1毫米那种距离叫毫米波雷达，总共有5颗。我想说前后左右之外，都装了。另外还有12颗什么是这个超声波的雷达，也就是说你坐在那个车上面，我觉得它用自动驾驶来讲的话，比你自己开应该要更安全。居然我们平常一开车，一个人开车大概只有一对眼睛，2颗眼睛嘛，眼睛看前面，只有2个耳朵听旁边嘛。那你想想看，它有17个耳朵在帮你听，有这个360度，有12个眼睛在帮你看，然后经过这种 AI 智能电脑计算来讲的话，远方来讲，它可以看到350公尺之外地面的一个变化，然后立刻通知你，前面350公尺之后，这个地面凹凸不平，你驾驶要小心。那后面来讲的话，左右来讲，我们一般来自动驾驶，大概功能它不但可以都有，而且还可以做得很好，包括什么呢？我们经常用到的自动跟车系统啦，或者是这个车道变换啦，或者是自动 parking 倒车入库等等这些系统它都有。同时它可以帮你辨别周遭的这个所谓交通符号，它可以看出来。最重要，它可以认识这些环境，它会把它记录下来。假设你在经过这边的时候，它立刻把这个资料调出来，你就可以自动驾驶。我觉得这种自动驾驶功能这个我们经常讲车子自动驾驶分 Level 1、Level 2、Level 3它大概已经完全可以达到一种完全自驾的功能。尤其是说，如果说它这套系统再加上 DeepSeek 来讲的话，那我想就像是如虎添翼。那我想，如果比亚迪推出这种车子，甚至于
一般我们都认为说是要高阶的车子才有这种自驾的配备，它现在连低价10万块钱人民币了哈，大概就有这些配备。我想对全世界来讲的话，这个是所有的汽车制造业一定是一个很大一个震撼打击。它这种震撼打击影响之大，绝对不下于 DeepSeek 的影响力因为DeepSeek 就是什么？就是我便宜，我用很低的价位、成本价位，我就可以用到很高阶的东西。那车子是不是这些天成之眼也是不是这个样？就是我10万块钱，我就可以用到很高级的配备。台积电是不是快要变成美积电了？37年来，台积电第一次把董事会迁到了美国去，这是在释放什么讯号呢？台积电恐怕现在是自求多福啊，因为呢，因应川普上任所以他们要做一个完善的准备，释放善意，甚至是要有一点输成，让这个川普看起来满意一点那是不是也代表着川普因为不断的在他这个选举期间一直点名说台湾偷走了美国的晶片，甚至说要加税的事情，台积电做好了准备，那我们的政府呢？赖清德呢？那你看这样子的关税 2.0 会对于晶片加税，来看看这个潘孟安，他讲说我们国安会已经做好了因应什么不知道，这个问号，反正这是他们的官方回答，就是做了因应是什么？是不是就把台积电给送出去？这样就叫因应完成嘛？那郭志辉就提到了，讲说如果对于台湾晶片科100%的关税的话，恐怕会影响到74亿美元的出口那我们现在目前出口的金额是这么多嘛？他说占了我们的晶片出口不到4.5%啦。如果对我们科很高的关税这个对美国不利反正现在就是用一种官员用一种阿 Q 思维在跟台湾人在讲话，那个影响不大，那个没有什么啦，都没有打算要因应，没有打算要正视这个危机哪一个地方现在全世界都在因应这个川普 2.0 可是就没有像台湾心脏那么大颗的啦。那你看看这个美国记忆体晶片公司的副总张家豪指出他说如果呢没有台湾带这个晶圆代工的话美国的晶片设计占比不会那么大那台厂如果受到了关税冲击，最大受害者可能会是美国啦，反正都是用这样的讯息在跟台湾人说。那如果真的是被迁走了呢？对不会受到关税影响，可是他目的是如果要把台积电变成美积电嘞。那这次在美国开董事会人家讲说说不定会有好消息会不会有可能可以得到免死金牌因为已经释放出这么大的善意了嘛。但是现在看起来呢，川普是铁了心要把这种先进制程给移到美国去，恐怕是2奈米以下的都就是2奈米、1奈米这样子都要往美国那边移过去。美积电再次壮大，恐怕是我们接下来面临到的出口风险因为它要对我们科关税，真正能够避开关税的方式，就是它真正想要的，就是把台积电给移走。那这个恐怕这是我们政府没有告诉我们的一个真相那再来，美国现在布局第一岛链。台湾呢，现在要向美国来购买3套国家先进地对空的飞弹系统总金额是249亿元，要在6年之内来这个等于说支付这个筹货完毕那看到这个川普跟石破茂的碰面之后呢，美日现在联合发了声明就是针对中国大陆在东海、南海的行径，日本好像站队了就表达了他是站在川普这一边的立场就说维持台海和平稳定至关重要所以就是谴责中国大陆的行为那中国大陆也表达了抗议就他们就约见了日本驻中的使馆的首席公使表达了关切跟强烈的不满。那现在美国还没有打算要停美日法联合演训在这个太平洋斯特勒2025这样子的一个演训行动在菲律宾的海域展开那所以我们看到这样子的一个行动之下，其实解放军的电子侦察舰玉衡星号也通过了冲绳本岛跟宫古岛之间的海域也表达了一些抗议之意所以现在看起来日本打算要站在美国那一边了吗？
那当然，中国大陆也会有所因应哦，连俄罗斯的动作也都已经出来了。目前这个石破茂访美之后，就是保住了美日同盟。但是呢，是不是也让这一边第一岛链的这个状态啊更加的升温？一方面是北韩，北韩现在也对于美国把这个核子潜舰停靠到这个韩国釜山表达了这个抗议的态度啊。另一方面呢，中方跟俄罗斯也已经定调了，就是接下来5月份的时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去莫斯科访问，然后9月份的时候呢，邀请普京来访问北京两者都是要为着2战作为话题。那2战呢，中国大陆是要纪念抗日胜利的80周年所以现在中俄已经把态势拉出来了，甚至连朝鲜的态势也已经加入了。中俄朝是不是要共同来针对美联盟呢？川普看起来感觉苗头不对一直在对大家外面放话，因为他没有实质的讲法，但是又告诉你说，我跟普京已经通了话了，要这个终结俄乌战争有进展啊，什么样的进展不知道。可是呢，这个泽伦斯基讲他对川普喊话，表示解决乌克兰问题计划。不仅是要停止战争你也要确保俄罗斯不再有任何的侵略行为，因为他也看得出来，川普现在都是在对外讲说通话了要做这些事情，但是没有讲到任何实质层面到底有些什么因此呢，这个泽伦斯基恐怕要跟范斯讨论一下实质的，他们要举行会晤，到底要怎么样停止这场俄乌战争恐怕这是现在泽伦斯基非常头大的一个问题了。那我们先来问一下赖老师。我觉得要先很准确的评估、理清楚川普到底的真正意图是什么。他是不是真的要把台积电整个搬到美国去啊？我觉得这点要弄清楚，因为当川普如果说1次、2次、3次都在讲到台湾的半导体、台湾的台积电的时候，说那是偷了美国人的产业，抢了美国人的工作，然后是偷窃什么等等的。我觉得他的想法是不是真的想把台积电整个搬到美国？关税也可能只是一个手段。那如果是如此的话，很有可能台积电到最后会被迫它的主力大量的移到美国去。对，如果台积电的主力大量移到美国，它带动的那就不是只是台积电本身的问题，因为它是上游。你的设备供应的零料，还有就是原料供应的，还有就是晶片制作出来之后的封测、封装等等的这个一系列的，我们叫一条龙的生产线，会不会因为在台积电的数量够多以后，他们也都离开了台湾，移到那边去？这个对于台湾的这个半导体的产业，那真的就会带来比较大的冲击了。因为人才的移动还有研究单位等等的移动，甚至我们的大学的学科学系等等，原来供应满足还有很多老师跟他们合作的，这些可能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冲击面是很大的。我觉得民进党当局要严肃以对，要好好的来认真研究这个问题，要去思考怎么来去破解目前台积电可能承受的压力，因为台积电很有可能不是这个公司它能承受的了，可能要用法律的方式来去保护它了。我们所谓的法律的程序，就是说过去我们曾经有过，或者是其他的国家也有过，说用国家安全的理由禁止涉及国家安全的厂商企业离开台湾。我觉得这个是有过的事情。那在这个情形下的时候，是不是也应该要考虑法律的一个保护政策？我觉得这个是考验民进党当局，他到底是要卖台还是要爱台。真正考验的就在这里，不是嘴巴，而是法律的保护行动。如果他这个法律的保护行动不敢做，那明显的就是他事实上就没有用国家机制来去捍卫这家公司，捍卫这整个体系在台湾的生存。这个影响台湾的 GDP 不知道会有多少，尤其影响台湾的税收，我觉得会有多少。到最后那就不是你赖清德在那边吵说那个你的预算被砍多少钱的问题，就根本你就争不到那么多的预算了，3000亿的预算你都收不到了，那就不用再讲别的我觉得这个要想清楚。日本在川普上台了以后他事实上是故意打这个，尤其是石破茂，他是故意打中国牌
也就是说，他本来希望能够在 APEC 的时候能够跟川普见了面，被川普羞辱。川普说：“哎呀，我们是后任总统，我们不适合跟外国的政府首脑见面。”可是他故意当天就邀请了米莱去他参加他的趴，然后还跟他拍照。米莱是现任的阿根廷的总统，可以去海服庄园跟他见面，而石破茂不可以。然后理由是说不适宜，但是那你米莱怎么解释？这个就是故意为之，故意为之就是羞辱你石破茂，因为石破茂在选这个自民党总裁之前的时候，他说我们美日关系要对等，你驻军在我日本，我也要驻军到你美国去，那等等的这些行为，甚至对于这个防务经费的都有很多的意见，尤其美军在日本的的驻守的时候，收日本人的钱，几十亿美金的这样的一个钱，那川普就表达他的不满。另外，接着再故意接见这个安倍晋三的遗孀，但是就是不见你石破茂。我们看到石破茂当时在应对川普这样的一个做法的时候，他就缓和改善往中国这边移动了，派了大量的他的官员，派了大量的他的所谓的亲善团络绎不绝的到中国访问，然后邀请这个大陆的这个外交部长到日本来，王毅还故意放出很多消息，说王毅会到日本来，李强会到日本来参加这个中日韩的3边峰会。但是中国大陆在测试日本到底有诚意还是没诚意，他就跟石破茂说，你要去美国之前先到北京来。结果石破茂说，哎呀，我在最恰当的时间我会到北京去访问，这个就泄底了嘛，对，大陆就撤出来了。所以你很明显的看到，现在中日的关系就从日本的单方，然后石破茂去了以后，做了一些伤害中日关系的事情，现在又回到冰点。对，我觉得石破茂玩的这2手玩的并不漂亮啊。好，来请教厉将军。有关于我们又跟美国买这3套号称国家先进的地对空飞弹系统，我觉得这只有2个目的，第一个就是交保护费，这个多花这249亿就是交保护费。第二个就是这个赖清德很怕被斩首。为什么我这样讲呢？第一，我们先讲说为什么我说是在交保护费。我们大家想想看，还有没有必要再买这一套的这种防空飞弹？这套防空飞弹其实上也没什么稀罕的，它事实上就是6枚飞弹组装在一起。6枚飞弹哪6枚的？有4枚是 AIM， 就响尾蛇飞弹1-2洞。那这个在飞机上发射，因为飞机本来就有速度嘛，它发射的话速度可以到达将近2马赫那么快。可是你从地面上面发射上去来讲的话，它速度就不能那么快，也打不远，所以最多就打50公里而已。那如果说是挂在飞机上面，可以打120公里。所以你想想这种飞弹干嘛？另外有2枚什么是9X， 那射程更短的，那属于说是空军战机上面带的格斗弹那种性质。好，那这种飞弹来讲能够打什么呢？其实它打不了战机，也打不了这个导弹，也打不了这个，也不能说反导弹，它只能打低速的这个目标，包括直升机，包括无人机，包括到可能巡弋飞弹，因为巡弋飞弹速度大概只有0.8马赫，速度不快。但是我们试想一下，如果说解放军武力要犯台的话，它的战机，它任何一个空对地的导弹射程都在200-300公里之外，你50公里你打个什么东西啊？你根本就打不到嘛。就算他用无人机好了，他无人机如果要对你攻击，它上面所带的察打一体的导弹射程也都100-200公里以上，所以你50公里你根本打不到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来讲的话，买这3套摆哪里呢？就摆台北市。为什么摆台北市呢？我特别要讲，就是怕斩首嘛，对不对？那我问一下，如果花那么多钱买这个，那我们其他的这种机甲部队怎么办？要到什么地方去？我们的后勤支援基地要怎么办？要不要防护？那就是摆在台北，很明显的就是怕这个党政高官被斩首，所以摆在这边。讲到这边，我特别要讲为什么？因为我们台湾事实上已经有很好的防空的一个体系在这边，我们叫什么？重层拦截。第一层叫弹，我简单讲叫弹机弹炮。第一个弹什么？就是爱国者跟天空飞弹嘛，射程200-300公里之外。如果说你那边过来的话，我就大概在海峡对岸就可以开始发射了。那第二个弹是什么弹呢？是这个战机上面所携带的中距离的这种空对空的导弹因为我们有载空机，如果说第一层没有拦截到，再过来我战斗机上面的导弹就实施拦截，或地面紧急升空的战机来说第二层的拦截，第3层拦截就是战斗机、格斗弹或者机炮来实施狗斗来做拦截。
那第4个弹是什么弹呢？弹机，再来那个弹刺针飞弹哦，就是如果说你真的都已经这个战机内层的防护你也已经突破了，到达我的阵地上空啊，就是我在这个5公里射程之内，我开始用我的这种刺针飞弹，就是野战防空的导弹来实施攻击。然后最后还有一个炮，什么炮呢？这是空军这个也有展示出来了，过年的时候有展示出来，叫什么？叫35快炮或20机炮，那大概是近距离野战防空，就是譬如说我们现在摆在机场或这些东西。那在这种状况下，我们还有没有必要花那么多钱去买这种武器？我们还有没有比这个249亿，我们还有没有比这个更急的事情？我觉得有更急的事情。建军不是你买了就好，而是你要花在刀口上面嘛。那我们已经有这些防空的体系来讲，你再加这层，我觉得只有就是跟美国交保护费的性质比较大了。好，来请教苑老师。我这个时候先强调一下哈，这个台积电这一次到美国去开会，大家都觉得很奇怪啊，因为它有个台积电啊，这搞错了，台积电的高层全是美国人啊。我坦白讲，大家心里都心知肚明啊。然后另外的话呢，这个台积电呢要转换成美积电，被赶到亚利桑那一个沙漠地区啊，到那边去投资啊。那个员工上来讲的话呢，大家都是很不愿意去的。唯一愿意去的，我相信呢，就是为了生美国 baby 啊，这个倒是比较多的啊。因为我自己2个朋友，他们的这个刚结婚，他们就是晚辈了，他们也都怀孕了嘛。所以说这个也大家可以了解，但是我觉得有3个重点啊。台积电第一点，大家看看股市里面台积电占的比例啊，超过30%啊。它如果一走的话，台湾完蛋了，绝对完蛋。然后第2点的话呢，它的制程啊，这个技术之好啊，这个根本就是加关税是川普无知啊，因为它是世界独一无二的。那你可以卖给大陆啊，你可以卖给什么其他国家？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东西，你收100%关税什么意思啊？对不对？你要逼它不能生存嘛。比如说你收回去的话呢，然后第3点的话呢，我必须要强调一件事情啊，在我那一整个年代的人都在读电机啊，我们台湾是用一整个世代的人在发展电子科技啊。那大家要了解，你要懂这个道理啊！为什么我们现在的话呢，电机系做的这么辛苦？台积电里面的员工穿了全身那个防尘衣，一天只能上厕所4次啊！这种苦，美国人能吃吗？所以说基本上的话呢，这个不是个议题，就是美国人要把他们东西收回去，他看了眼后，你能不能收得回去是另外一件事情。另外我要讲石破茂的事情啊，他是这样子，其实啊，石破茂本身来讲是想打2手牌，无可厚非。所有的国际关系都是讲现实主义。石破茂的话呢，他本身呢得罪的是谁？他得罪的是他选首相得罪的是高市早苗啊，人家那是美粉啊。石破茂本身一上来的话就发言很多内容，基本上被解读为倾向于中国，所以美国本身叫他过来，他过来的时候挑2月7日。刚好是哈尔滨的亚洲冬季奥运开幕典礼啊，人家韩国人总统代理总统都被抓的情况下，还搞了个议会议长的来过来，日本人话呢被石破茂全部带到美国去了，就是这个动作上已经是非常清楚了，外交无小事啊，所以大家可以了解到。另外的话呢，我觉得川普本身啊，面对俄乌冲突解决不了，真的是一个大问题啊。原来说24小时。后来他那个人讲说变成100天，我跟你讲啊，200天、300天都不一定能够结束得了。为什么呢？因为啊，川普原来打算的算盘算的很简单，就是说我大不了对欧洲威胁啊，我们退出北约。结果法国的马孔就跟他讲，你滚啊，你退啊，不敢才变成这个样子。